你来干什么？知道你从昨晚到现在都没有吃过东西，赶紧吃吧。还算你有点良心。别以为拿着鸡就可以让本少爷消气，本少爷直觉错不了。阿飞这个人来历绝对不简单，我不知道你了解他多少，但是行走江湖吧，这积极点总是好的。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朋友，倒是教育学我来了呀？哼，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长记性，吃一堑长十智，被我先坑过的事我可都记得呢。你这个人吧，除了爱胡诌了点，抠门了点，还憋着堆秘密以外，这大体上也算是个好人。你也算是我行走江湖交的第一个朋友。我不希望你有危险。好，我凡事呢会多加小心一点的。哎，这个鸡可不是白吃的。采莲庄这个案子，若是没有方刑探作证，这后面就没有办法查了。哎，既然你都开口说了，那本少爷就帮帮你们吧。你们是不是也在疑惑，为何这郭坤昨夜会突然对你动手？这是昨日郭坤的药渣，我查了他的房子了。你猜是谁命下人换了他的药？那自然是他的哥哥了。国门清脆满堂沙，十里簪玉半人家。霎时一门临下室，瓜田举酒看灯花。不错，好诗。想不到这个李神医还有几分文采。等等，爹，这好像是一首藏头诗。国师傻瓜，国师傻瓜，哼！庄主，不好了，客人又进许娘子的书房了。阁下一再闯我采莲庄后院，实不把我郭某人放在眼里。既然如此，别怪我不客气。送客。这么怕人进入这个房间，就是怕看见这个吧？月明之时，佳宜之身，近石旁，不见不散。郭庄主啊，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应该是诗魂写给许娘子的信啊。都在庄内，二位为何要用如此隐晦的方式相约呢？你对他们做了什么呀？我怎么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？也许是他们俩苟且，密信私会，刚好碰到我发疯的二弟，就把他们给杀了。把罪责呢推到一个疯子身上，也倒是安全啊。可是7年前，王姑娘死的那天晚上，郭坤不在庄内啊。镇上的刘家少爷可以证明，他根本就不在场。王娘子死的时候，郭坤是不在，可是不能证明许娘子不是他杀的呀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郭庄主，这2副药渣你可还认得呀？这其中1副是郭坤往常喝的治疗疯病的药，而这1副是我从会屋里翻出来的，我已经拿去给郎中看过了。这2副药根本不同，昨日这副分明不对症，喝了反而会让人更加的狂躁，所以昨夜郭坤才会出来发疯吓人。只因你想让郭坤来当这替罪羊，我说的没错吧，郭庄主？
郭庄主，尸魂明明在采莲庄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莲池中的尸香花种就是最好的证明啊。而你却说他只住了3日，这若非心中有鬼，你何必为这点小事撒谎呢？什么尸香花种？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陈万乱葬岗10年来连续失踪的荒尸，你不知道吗？要不要我帮你回忆一下，或者叫人挖开莲池底下看一看？即便是痴傻之人，也不是见谁就能学谁的。他能学的，一定是身边最亲近的人。所以郭坤嘴里说的那些胡话，根本不是在发疯，而是在模仿你杀人当天晚上所说的话。嘿，你跑不掉了，跑不掉了！走吧，我看你往哪跑！郭坤打向方多病的那一掌，正是你打向尸魂的八卦形意掌。为何许娘子最后没走成，反而死在了采莲庄？事后尸魂又去了哪里？郭庄主，你不想说来听听吗？郭庄主不想说，那就让我来替你说吧。我猜事情是这个样子的：10年前，尸魂不小心跌进你家的莲花池，巧被许娘子所救。尸魂因为这副外表吃了很多的苦，所以胆小自卑。但许娘子心地善良，没有把他当成怪物，反而收留了他。2人也因此互生情愫。好了，谢谢。你猜忌心喜，想来对许娘子苛刻，尸魂便相约许娘子私奔，可是被你发现了这字画上的秘密，所以你恼羞成怒杀了2人。我去死吧！恰好那晚，正被郭坤目睹了你杀人的全过程。郭坤记下了你打向尸魂的招式，也瞧见你背尸藏尸的过程，所以才背着骷髅到处乱跑。谁又会在意一个疯子的举动呢？但是你知道呀，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对你杀人的模仿。你怕事情败露了，便将计就计，只好把责任推到你这个疯弟弟身上。我说的对吧？不是的，不是我父亲杀的那些人，不是的。这只是你们的猜测而已，毫无根据。难道你们百川院就硬要把罪名扣在我的头上吗？你想要证据，简单。你想干什么？让人开口说话的法子，我有的是。说还是不说？爹，阿飞，你这样只会屈打成招的。想屈打成招，诬陷于我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将你扔进这池中做尸香花种肥料如何？阿飞，我说，你们要找到那个尸魂，是我杀的，郭坤的药是我下的。当年许娘子救了那个6指怪人，想不到那个6指怪人居然爱上许娘子。他以下人的身份混进我采莲庄，用专门的秘术来养莲，哄许娘子高兴。因为他见过我对许娘子动粗，所以就教唆许娘子离开我，还趁我新婚之夜私奔逃跑。你来了，趁现在人多杂乱，赶紧从后面走。幸好被我发现了。就因为这样，你就要杀人吗？我就一怒之下把这个6指怪人给杀了。至于那个贱人，是他惊慌过度，自己掉到池子里淹死的。可是那个贱人也该死，莲是高阶之物。那个贱人水性杨花，红杏出墙，他根本不配爱莲，死有余辜。你凭什么以自己的愿断别人生死呢？你整天挂在嘴边说自己爱莲，你配吗？还有一事，
尸魂的尸首和遗物在哪儿？那个怪人早就被我扔到池底下做化肥了。好，你们几个都下水，把所有尸体捞上来，就算把池底给我翻过来，也要找出一具6根手指的尸体。下水！莲花是高洁之物，却被搞得这样邪祟。找到了。这什么都没有。你不是说噬魂的东西从不离身吗？这么多年泡在水里，要真有什么遗物带在身上，早就腐败了吧？噬魂的9魂皮囊是天山宝物，不腐不化。既然他人在这儿，东西不在身上，那就一定还在彩莲庄的某处。局长室，我们去找。哼，你往哪里跑？你往哪里跑？哈哈哈哈！哎哎，彩莲庄上下都翻遍了，也没有找到。你先把2人押回百川院，噬魂的事儿，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。走吧。你杀许娘子的时候，因为她要和尸魂走，但你杀第2个、第3个，又是为何呢？反正人是我杀的，为什么杀还重要吗？香菜牛肉。各位客官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小店的香菜卖完了，给大家换了一份芹菜牛肉。我刚去镇上买了一些有名的香菜肉饼，你要不要尝一个？这儿有2个，来嘛。多谢，不必要。小姐，夫人给你绣的婚鞋，我给你取过来了。可是这喜事，怎么就变成了丧事？小姐，小姐。姑娘节哀啊！敢问姑娘，你家小姐为何用的是素色呢？她不喜欢别的颜色吗？因为小姐有色肉之症，平日里她分不清楚很多颜色，所以后来干脆只用素色的东西。小姐平时不让我们把这件事情说出去。不对，掉头。走了，快！哎，郭少爷，郭少爷，你这么急着去哪啊？莲花，你不是走了吗？嗨，我这是走了，就走到半路上呢，有个问题我没有想明白，我这不正好回来问问郭少爷吗？那个威远镖局的小姐，明知那个彩莲庄这个石榴裙是个不祥之物，而且她非常抗拒穿这个嫁衣，那为什么突然回来死的时候还要穿这个嫁衣呢？我有点想不明白。郭少爷，一模一样的紫色石榴裙，这可是在你房间发现的，能否解释一二啊？郭少爷，趁你不好意思说呢，那就我来帮你说吧。啊，我呢也已经问过新娘的仆从丫鬟，他们家小姐天生色弱，而且面薄，这天生的缺陷不会让外人知道。她只告诉了她未来的夫婿，也就是郭少爷你了。而且我听仆人说，
曾经郭少爷要给他准备一套新的嫁衣，但这个嫁衣呢，除了新娘的仆从之外，没有任何人见过。郭少爷说新婚当日要给大家一个惊喜，可就在前几日吧，新娘的婚鞋突然丢失了，只好让自己的丫鬟回娘家取另一双。丫鬟一走，你就悄悄调换了棕色和紫色的石榴裙嫁衣。 让分不清颜色的新娘在试嫁衣时穿上了这条棕色的石榴裙。为何这双在你房间里找到的红鞋，与后来丫鬟重新拿回来的那双是一模一样的？因为所谓的红鞋丢失，根本就是你有意而为之，为了就是支走新娘身边的丫鬟，好让她无法辨别颜色。我以为我已经成功的骗过了你们。 没想到你们去而复返，还是发现了这一切。也不止发现了这一切啊！哎，我猜郭少爷，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绿柔姑娘，对吗？郭少爷呢，对绿柔姑娘有情，但郭庄主执意让你娶威远镖局的千金，可是郭少爷你不敢反抗呀，只好设局，杀死了自己的新娘。 你还记得吗？那日在翠花楼，绿柔姑娘装作和你一点都不熟，但是她对你的口味十分的了解啊。她不动声色地换掉你桌上的香菜。哎，我分析的没错吧，绿柔姑娘？绿柔，我们一直以为是同个凶手杀了3个人。 在我们查清第一个案子之后，自然误以为其他2桩看起来手法相同的命案都是郭庄主所为。其实，这也是个误区。郭少爷，这也是你故意为之吧？都是我的错，不关他的事，是我逼着郭郎娶我的。你们要抓就抓我吧，求你们放了他。你起来，绿柔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人确实是我杀的，不关绿柔的事。 何必在这儿郎情妾意呢？那些被你杀害的人何其无辜啊！我杀了威远镖局的千金，不仅仅是因为我爱绿柔，更是因为我恨他郭谦，我恨他为我安排的一切，控制我的一切。我的父亲郭谦，他这个人喜欢把所有事情都纳于他的掌控之中，他容不得别人有一丝一毫的不顺他的意。我的母亲。 当年就是被他给活活逼死的，而我也被他压得快要窒息了，所以，我绝不会屈于他的控制和压迫，绝不。郭郎，你们以为许娘子当年和失魂有过私情，其实许娘子也饱受郭谦的折磨和虐待。 失魂他看在眼里，想救他出去，可是他们失败了，还是死在了郭谦手里。不过这样也好，看到许娘子穿着石榴裙摔倒在莲花池溺死的经过，倒是让我发现了一个杀人的好方法。杀人的好方法，所以戴家屋里的镜子和屋外的镜石，也都是你设计好的，对吗？你还漏了，还有那个寿山石和绊脚石，也是我故意放的。 那个风水先生也是我找过来的，要怪就怪郭谦蠢，说什么他都信。郭少爷，你杀了自己的新婚妻子，无非就是想摆脱你父亲的控制。但是你父亲的第2任妻子和此事毫无关系的，你为什么要对她下此狠手？那又如何？ 他逼死了母亲，毁了我的生活。你以为我会让他好过？他想要什么，我偏不让他如意。